Hello，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来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这是一档为中文学习者和中文爱好者提供的中文播客，在这里你可以听到、学到各种与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的话题。如果你对此感兴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首先呢，想要和大家 say hello again，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啊！这好像是我第二次做春联了，做对联，没有办法，我们中国人还是要过2次新年的啊。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消失的这段时间做了什么。一开始呢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比较着急，也是因为我们中国快要到年底放假了，但是海外没有，对吧？所以呢，这个期间我就跟着我的同事们一起，在整个春节假期期间把这个项目做完了。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在春节期间接到了很多新的学生，这个让我有点震惊啊！而且都是零基础的学生。说实话，我之前零基础的教学经验呢不是特别多，但是呢，经过这快要2个月的这段时间的锻炼吧，一个是锻炼，然后再加上准备，我觉得我现在教零基础算是我的舒适区了。我还蛮喜欢教零基础的学生的。如果有这样的同学想要从头开始学中文的，也可以来找我报名哦。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一开始接到了第一个零基础的学生呢，我呢也是和他一起讨论了一下是否要用一些教材。但是后来呢，我决定自己开发了一套教程，然后现在我所有的学生，我所有的零基础的学生，可能有7个到8个吧，都是使用我自己开发的这套教程的。我自己开发了一套教程，我就是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很喜欢开发一些东西。我觉得这套教程就是对一些人是比较有效的，对一些人的效果呢不是很明显。所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从某种程度上面呢，也可以说明呢，就是学生和老师的气场合不合。这个1对1的老师呢，也要看合不合适，就跟谈恋爱一样，你找的这个老师说话的这种风格、教学的风格，是不是适合你？是不是适合你自己的一个学习的风格？对吧？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各种平台设置这种试听课的一个理由吧。但是我很讨厌某平台，就是试听课不给老师钱，那老师为了准备这个试听课投入的这些时间精力到最后呢，其实还要忍受学生如果在试听之后没有继续的订阅你的课程，这个对我们的排名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也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喜欢我，对吗？对吧？而且选择是很双向的一个事情。我一直到现在，我也有很多的学生试听过之后，我就直接把他们拉黑了。我也不想要教这样的学生，并不是说我很讨厌这个人，而是呢，就是大家都是成年人，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呢，大概也能知道就是气场合不合。而且我也不是什么公立学校的一个专业的老师。我是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所以呢，那我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过年期间呢，我一边在家忙项目，项目它是这个样子，它有很多交流的过程。我接的这个项目在过年期间，差不多就是2-3天开一次会，那我每天投入3个小时呢，就忙项目上面的内容就可以了。其余的时间呢，我基本上就在电脑面前坐着。另外呢，我现在不是大学老师吗？对吧？我所在的大学呢也已经开学了，其实呢都已经是学期中了吧。那我每个星期呢要上1堂课，剩余的时间呢都要给学生改 paper、改作业，所以我都笑称我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改无数的作业。所以大学的工作再加上我年底接了一个比较着急的项目，然后呢再加上我莫名其妙的接到了7-8个零基础的学生，所以呢就让我过去的2个月变得异常忙碌。
我甚至有2个星期忙到上火。上火呢是中医里面的一个概念啊，我其实就是身体里面有炎症。那我的表现呢，就表现在我舌头出了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人类，其实很奇妙，就是你每年身体的自己的一个变化呢，它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以前上火的话，我可能就是舌头上面或者是嘴巴里面长口腔溃疡，或者有其他一些身体上面的反应。但是这次我上火上的特别严重，就是我舌头下面有一个部分，那我就是呢舌头下面有一个部分呢肿起来了，给我吓得不轻哦。给我吓得不轻。然后我过年期间还去医院呢去检查了一下啊，医生只是说我上火了啊，这个让我害怕，因为你自己舌头在嘴巴里面转来转去呢，你也会发现一些异常。我一开始呢只是舌头下面有一个小疙瘩，就是硬硬的一个疙瘩，然后呢我就每天都在舔它，我就看，那我也要观察它有没有变大，对吧？谁也不知道。然后呢我去医院检查了之后，医生告诉我是不是最近休息的很少，是不是最近工作很忙。还问我是不是因为最近吃了太多辣的东西。而且呢就是很多人在过年期间呢会吃很多的干货啊，干货呢就是指瓜子啊这些坚果类的，或者吃很多的零食啊，还有是不是熬夜了。那我其实呢中间有3个星期吧，其实每天就只睡3-4个小时。我5点钟起床，晚上1点钟睡觉那我5点钟起床了之后呢，我就是在备课。我想要说呢，这个问题呢，我其实之前呢没有离职之前啊，就是在我开始我的 YouTube 之前，我就一直有这个问题。我就是做事情有点拼命，我就是不会劳逸结合。就如果我摆烂的时候呢，比任何人都摆烂；那我忙起来有动力的时候呢，我比任何人都拼。这个其实不好，就是有一点点不好，就是经常会让自己特别特别累。就累到精疲力尽。我觉得我上火也是，就是身体告诉我你这段时间实在是太累了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把这种压力发泄出来了。那我后来好了吗？没有，我自己都没有决定想要休息那这不是渐渐的就流量就下来了吗？那一个也是因为呢项目做完了。第二件事情呢，那零基础的学生有1-2，他在1个月之后呢，他们就不学了呀。就是有的学生他就只是这1个月他有这个时间，他有这个兴趣就想要学一下，然后学了1个月之后他就不学了。那现在呢课程呢就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呢我自己大学的工作呢我也已经适应了我从第1期的视频呢有和大家讲，我其实很讨厌老师这个职业，但是没有想到但是完全没有想到我现在是正式的一个老师了那我现在呢是一个大学老师，我也是一个中文老师，对吧？我也是一个中文老师。那我以前呢可能教的比较多的是这种 free talk 就是帮助大家完善一些口语表达。那我现在呢从零基础或者中级别我都有学生，那我自己呢也在备课。这个备课的过程里面自己也重新学习了一遍中文。我觉得语言还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包括我自己呢最近呢因为时间又慢慢开始充裕了起来，我也开始从头开始学一学德语什么的其实还蛮有意思的。当我把我自己的德语书拿出来的时候，一般就是 A1 级别的书里面呢都有自我介绍，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什么自我介绍的卡片我就发现当年我一开始学德语的时候是27岁。然后我就想起来自己在一开始学习自我介绍的时候呢 Ich bin 27 Jahre alt 还在说27岁呢一晃好多年过去了呀我最近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感慨。
可能也是因为最近接触的一些学生都是我当年学习一些外语的年纪，所以就给了我一些感触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有一些学生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其实说实话，我过去工作的5、6年吧，我都很少有接触到比自己小很多很多的人，这个是真话。尤其是过去我3、4年工作的期间，我接触的都是和我同龄的或者比我大的，大多数都是比我年纪大的。就哪怕我生活里面很少很少有比我年纪小的，好像大家就根本就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我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接触到比我年轻6岁以上的人吧6岁以上的人吧，对吧？所以我最近在和他们交流的过程里面呢，我会觉得，你说这个年纪相差很大吗？好像也没有。他们现在学习这个语言，从头开始学习一门语言的这个开始，和我当初自己学习不也差不多吗？对吧？对，就是有一些，所以呢，这就是有一些感慨吧。那同时呢，我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呢，我其实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学习语言的一些经验吧。我自己来讲啊，我其实学语言呢，我有一点点的天赋啊，这个呢我一直都是承认的，就是我自己是模仿能力很强。比如说，那我从小学英语、学普通话，我没有什么口音，就是没有口音这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天赋了。再加上呢，有一些语言在我耳朵里面听起来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听一些语言的时候，我就很容易抓住那个韵律去模仿。但是对于一些人，他可能不是这样子的。最近的接触的学生会比较多一点，然后有很多人自学的经历让我比较惊讶，就是他们通过自己自学，通过那种 Anki 还是 Anki 这个软件来认识汉字单词，他们的词汇量真的很大。我和不同的学生在交流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呢，我会觉得说，每个人呢学习语言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吧。有一些人比较喜欢跟着老师来学，那有一些人呢喜欢自学，对吧？这个其实都是要靠自己去发掘你自己适合什么样的方式。那比如说我自己，我说实话，我是比较喜欢自学的。我连看视频我都懒得看，我不喜欢看视频。我不喜欢看视频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发音有一个认知，因为我知道我读的不算特别差啊，我只是指我自己啊，我学过的一些语言，我觉得看视频有一点点慢，所以我看视频我不喜欢，我也不太喜欢和老师1对1就是这个我也不喜欢。但是呢，我很舍得花钱去国外去做沉浸式的这样一个体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我脸皮呢比较厚，那我可能有的时候呢，我就只会说1、2句，但是这1、2句我能够练得特别特别熟练，因为我逢人就说，我见人就说。但是我会觉得，当你把一些简单的句子说得很流利，说得很标准的时候，这个从某种程度上会建立你说外语的一个自信，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我特别记得我在欧洲的时候，我经常会找日本人讲话，然后我开口总会让他们震惊他们不知道我到底是哪里的人就是一开始自我介绍或者说一些简单句的时候，可以说的特别流利，这是我自己协修的一个方式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学习的经历。我觉得以前呢，我对于这个理由置若罔闻吧。很多人会讲说，谈恋爱其实是学习语言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不可否认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途径。我觉得我的英语突飞猛进，就是因为要吵架，就是因为要和对方吵架。那因为自己在关系过程里面呢，再去看一些美剧或者看一些视频的时候，会特别注意那些咬文嚼字。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词汇呢，它会很容易被记住，因为你知道它有用，所以呢，
我会觉得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工作中的使用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从头开始学可能有一点点难。如果大家是为了很实用的一些场景的话，直接去学句子比从头开始学要好一些。这个是我的一些经验之谈啊，可能有一些人会反驳我啊，那你比如说，对吧？最近你要吵架，你就学几个吵架的句子。最近我要去买东西，那我就只学买东西的，在学买东西的这些对话的过程里面呢，然后去补充一些知识，比如说对这个语法不熟悉，对这个单词不熟悉，然后再去记，可能会更加适合一点。我是这么觉得，包括我自己在教零基础的学生的时候，那我跟学生在聊天，我说你这个周末做什么了？他如果告诉我他在做饭，那我就会紧接着这2个星期就只教做饭相关的一些词汇语法。这样子的话，那每次课上面都会很顺畅的交流，而不是只在记住一些单词或者记住一些新的语法。这个是我的一些经验啊，也是我自己和我目前带的学生呢，我们共同商讨、共同接受的一个教学的方式。这个呢，不是为了去考试之类的，可能如果是为了应试的话，那是另外的一种策略。好吧，以上呢就是我最近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点点事情吧。那莫妮卡老师呢，对吧？没想到半年过去了啊，我居然成为了一个比较正式的老师吧。我正式的成为了一名老师，还是挺神奇的。包括在大学里面，我作为老师，然后给学生改作业的过程里面呢，也能够体会到做老师的一些不容易吧。现在的大学生呢，和我们那个年代不太一样。我读大学的时候，如果作业写不出来，你就只能瞎拼乱凑，对吧？但是现在的学生都有 AI。那有很多的学生呢，他们完全不动脑子，纯靠 AI 来输出一些作业。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会很气愤，我说连题目都没有读，那你至少要让 AI 理解一下你这个作业要做什么吧。就自己心态的这一个变化吧，也是蛮有意思的。然后呢，在这个做老师的过程里面，我也发现了自己一些性格上面的不一样吧，我都不能说它是问题。我就发现我其实自己也是一个比较轴的人。轴用中文来理解的话，就是不懂得变通。我倒不能说我不懂变通，我就是发现呢，我其实我自己呢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我想要给学生提供一些更多的帮助，尽可能的帮助我的学生啊。我从3个月之前，我还在跟我的导师，我还在跟我的 professor 要 reference letter。那我现在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可以给我的学生写 reference letter 的人。当我收到这种请求，然后要给对方写推荐信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有这种责任感。哎呀，那我得看看你做作业认不认真，你平时的态度怎么样，我才能给你写呀。是吧？然后呢，我突然也就能够理解，可能我当初的一些教授对我就是那种欲言又止的一些态度是为什么吧？我突然就理解了。所以你看人呢都是会成长的，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慢慢的也会发现自己曾经的幼稚和自己的成长。虽然只有短短的2个月但是这2个月里面，我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我身份的一个转变，包括说我现在工作模式的一个彻底的转变，再加上我工作内容的一个彻底的转变，让我有点感慨吧。我最近呢又经过了一轮的这种高强度工作的洗礼我现在呢最近呢有点平静下来了。我最近呢有一点平静下来了。所以呢，我觉得是时候要重新录制视频，和大家聊一聊生活，聊一聊感触，聊一聊学习，是吧？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感谢大家的观看，感谢大家的陪伴，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
拜拜。